大二李灿，今天咱们就聊一个困扰了很多中文学习者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何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啊？很多朋友会觉得，其实我中文说的还好啊，这个字的发音其实也可以，这个声调其实也可以，就算有些比较难发音的字啊，我觉得我也能发出来啊。起码是能发出一个近似音，对不对？但为什么我感觉自己说话的时候还是怪怪的，听起来和中国人差别这么大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聊的这么一个问题。很多人觉得，其实要说好中文，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最重要在发音啊。其实我觉得有些音发不准真的是没有关系，甚至有一点点口音都是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你如何说的像一个中文母语者？你如何在说话的时候就像一个中文母语者？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地方，也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地方。其实很多中文说的挺好的这个外国朋友啊，在中文社交媒体上挺多的啊，但是他们真的少了一点，就是说中文应该有的一种节奏感，一种韵律感啊。中文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这么一种说话方式，我们讲究的是抑扬顿挫啊，轻重缓急，就是有些地方高一些，有些地方低一些，有些地方着重说一些。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就像中文有一句话叫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是没有一个特定的规律，我就是告诉你应该这样做啊。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通过大量的去听、去分析、去实践，你才能真正掌握。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就是很多朋友啊，其实留言或者说，哎呀，我挺喜欢你说话的方式的，我想通过影子跟读你说话的方式，说的像你这么好听啊。我其实觉得自己说话确实也挺好听的，因为我在剪视频的时候，我会能听出自己说话这种节奏感，发声的时候啊，好像相对会比较饱满一些啊。这些其实都是我自身的优势，但这些优势是不是我一开始就具备的呢？其实不是的，朋友们。我在以前的视频里曾经说过，就是我以前是一个口音很重的人，就是我是浙江属于中国的南方啊。中国南方人说普通话普遍是有一些问题的，而且因为受到乡音的很大影响啊，说普通话的方式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听。但是当时我准备开始做这个中文老师的时候，我就去想着怎么去纠正自己的发音啊。一开始的时候以为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花了一些时间，我就想，什么知吃诗之类的，对不对？就这个其实对我而言是比较难的，在当时啊，翘舌音、平舌音啊，前鼻音、后鼻音啊，很难区分开来。很多南方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想着我去一个个字去练发音，一个个词去练发音，接着去练绕口令啊，对不对？但是我不是特别有兴趣做这么一个事情，我这个人是兴趣驱动的。当时我就在想，我要想说普通话说得好听，我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谁可以成为我的标准？这个时候我去想，我就回想，在我脑海里去搜索，我就想谁说话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我当时就想起了两个人，第一个就是中国一个著名的演员叫陈道明，他当时演这个《康熙王朝》，里面有一段他在这个大殿上训斥群臣的这么一段戏啊，特别有感染力，而且说话特别好听。但是呢，大家其实也能明白，就是他这个说话的方式，演这种古装戏剧的这种方式，一种演讲类型的方式，更像演莎士比亚戏剧那种状态啊。它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但是起码从那个选段里，我能回忆起来。后来我确实有找出来，反反复复听了很多很多次，我找到一种文字的韵律，一种律动感，抑扬顿挫的感觉。我当时觉得，中文怎么这么好听？因为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对中文挺失望的，就是我听英语的这些很多节目里头，人说话我觉得特别好听，声音特别饱满圆润啊。但是我之前看中国一些什么综艺节目，有些人说话我觉得怎么这么难听啊？比如说当时有个节目叫跑男，
奔跑吧兄弟一开始是这样叫，里面什么有几个甚至是演员，我觉得他们说话方式都不怎么好听，好像中气不足啊，很难体现就是中文很美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中文是很失望的，我觉得中文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但是等到我听到陈道明说话之后，我就突然明白了，我一直在寻找的这个想达到的目标在哪里。但是我脑子还是挺清醒的，我就知道这是一种戏剧腔，所以后来我就去找他的访谈去听，因为他的访谈并不是特别多啊，可能只有几个吧。我进而继续去想，我觉得最能还原他日常说话状态的这些方式的这个语言材料的话，应该到哪里去找？我后来想，他其实演了一些现代剧啊，一些很生活化的这种现代剧啊，比如说什么中国式离婚，在那里头他说话就特别的生活化。我感觉在那个电视剧里，他把之前演康熙王朝那种演那种帝王那种戏剧腔啊，完全给扔掉了，就是一个平民百姓说话的状态。但是你还是能从中啊听得懂节奏感、韵律感、一种美感。我当时就反复复的把这个电视剧它的片段我拿出来反复复去听，我就去找感觉，听多了，我感觉这个东西自然而然的就融会贯通了，就变成了我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人，就中国的相声大师郭德纲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相声的人嘴皮子特别利索，同时他说话吐字发音特别清晰，中气十足。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是在剧场里演出的话，他们在最前面说话的时候，在特别远的最后一排以及楼上的包厢里的人都必须听得一清二楚，所以他们说话的能力是非常出众的。而那个时候我又多少有点想学一点点北京腔啊，就通过北京腔来中和自己南方的这个普通话啊，我觉得中和可能就变成很标准的普通话，当时是这样想的。我对郭德纲也是如此，也是这样去做的，就是我找了他的几个访谈去听，听完之后再听他的相声。那个时候我开车出去都是听相声，结果就这样可能过了1个来月吧，我就突然找到感觉了，就是找到说中文的感觉了，而且有些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因为我其实没有刻意的去这个纠正自己的这个什么翘舌音啊、后鼻音啊等等。在之前我确实是不会发翘舌音和后鼻音的，但是因为听了他们说话很多啊，就是他们说话那种感觉，他们说这个标准普通话的那种感觉，已经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就是我知道正确的发音它在哪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我应该学习舌位啊，我觉得也可以，一开始你学习舌位可能能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但假如你真的不想学，我觉得也 OK， 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你去反复去听啊，因为我觉得人是特别聪明的，听多了他是能分辨出细微差别的地方的，感觉好像我在耳朵听的同时，我的舌头也在听，我的舌头不自觉的就在去感受到底这个发这个音的时候应该在哪个位置。所以在后面我在真正开始在 YouTube 上录视频的时候，我就能知道自己哪个音其实没有发对，我就说完之后我就马上能意识出来，而且后来我要去剪自己的视频啊等等啊，我就能更清晰的发现自己发音有些不是很好的地方，因为我脑子里是有一套很标准的说法的，很好听的中文的说法的，和他们对比一下，我就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不足在哪里。所以这其实就是我怎样改正自己的发音，怎样学会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么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带有音乐感的律动性的比较好听的普通话啊。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目的在哪里？其实我在上一期视频说过，我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很长一段时间做了各种类型的方法论啊等等，或者实证啊等等啊，做了很多东西，但我发现我对他们兴趣已经缺如了，就是没有什么兴趣了。现在其实我突然之间发现我的兴趣就是说中文，怎么让中文说得更好听。所以我想教大家，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这个经历啊，我是怎么练就这样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的。接下来我会通过一些说中文说得好听的人去分析一下他们是怎么说话，同时大家可以通过我去分析这些他们说话的方式，能明白中文应该怎样说才好听。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在去练习说中文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一个就是和你发音方式比较接近的人。就当时我这个陈道明也罢，这个郭德纲也罢，就他俩是我觉得我想达到的标准，而且我觉得我的发音方式可以比较接近他们的发音方式，所以我会比较喜欢他们。所以我后面会介绍很多人，很多名人呐、艺人呐等等，他们的说中文的这么一个视频，然后去分析给大家听。大家其实也可以从中学到不少说中文的方法啊。另外一点就是大家可能从中能发现一个和自己说话方式特别特别像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进而去模仿他，去找到大量他的材料去模仿他。我觉得有大量材料模仿，不断去听，不断去模仿，不断去说啊，我觉得某一天你就会发现自己说中文，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甚至比很多中国人都说得好听，这是完全有可能的。